奶奶。哎呀，你们两个终于肯回来了，来让我看看。脸色好了许多，身体也强壮了不少。好啊！奶奶，那山林别院山清水秀，空气沁人心脾。这回孙儿病已经好了大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让我看看冰燕。瘦了不少。哎呦，我都心疼你了。正好奶奶呀炖了血燕，给你们补补身子。来人呐，把血燕端上来。快坐，别站着，坐，快坐。奶奶，哎，坐，都坐下。我说天磊啊，你这气色看起来的确好了很多呀。外祖母您瞧瞧，天磊似乎黑了一点啊。你这么一说呀，还真是有点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定是三少奶奶性格活泼，待不了这方寸的庭院，于是带着天磊到有趣的地方玩去了。弟妹啊，你不妨说说，带天磊去什么地方玩了，让我们大家伙也都乐呵乐呵。这好玩的地方呀，在哪儿？那是一个都没去。日日待在房中？也不是。奶奶，我和天磊为您抄了佛经呢。小喜。真是两个有孝心的好孩子，感谢佛祖保佑我的孙子病情好转。奶奶，其实这誊抄佛经为您祈福之事，也是受了高人指点。哦，什么高人？这位高人是一个心怀慈悲、德高望重的师太。这位师太是师父早年间游历江湖，机缘巧合碰见的。谈吐间，师父了解到这位师太佛法高深。之后，师父为我治病时，便将这位师太所讲解的佛经誊抄给我，让我潜心参悟。没成想，我的病竟好了大半。善缘，这就是善缘。这位师太云游四方，讲经论佛，可遇不可求啊。但师父写信跟我说，这位师太近日要来咱们林州云游。我心一想，奶奶一心向佛，若是能将这位师太请到咱们祈福，为大家讲讲佛经，对咱们祈福而言，简直就是好事一桩。所以便拜托师父，请这位师太来咱们府上。奶奶意下如何？当然好啊！奶奶我这大半辈子行善积德，为的就是求佛祖保佑我们齐家，保佑你们。要是能和这位师太结缘，那就是我们的福报啊！奶奶说的是。天磊啊，你不妨告诉表哥，这位师太现在身在何处？表哥马上派人去把她请过来。表哥，这位师太乃是得道高人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也弄不清楚她的行踪啊。师父反正下了拜帖，人家要来，自己便会来，就不劳表哥费心了。好，甚好。讲讲吧，三公子跟三少奶奶这一路可有任何异常啊？异常？他们就老在别院里面，他待着不出来。我怀疑他俩压根就没有在别院里。这我们柯少爷都知道了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就是这个去别院的路上嘛。这个三少奶奶的丫头说是要给三少爷呢置办点补药，他又担心这别院的四周没有药铺，然后他就在途中进了一家药铺，但是全程我都盯着呢，他装完药立马就上车了，没什么异常。药铺？走吧。药，庆润堂，就这家铺子，当天小喜姑娘亲自去买的药。
这白天关门，不做生意了？你去敲门，就说你买药。啊？不，这不合适什么呀？耽误了大事，弄死！哎，给脸不要脸！掌柜的，开门呐！掌柜的，我来买药啊！掌柜的，小店今日有事，不做生意，您去别家买吧。哎呦喂，那就来不及了呀，掌柜的。那我家老母亲现在她等着要救命呢。掌柜的，你就行好吧，您救救我母亲的性命吧。掌柜的，哎呦喂，你赶紧跟。大哥，您别着急，您需要什么药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早上起来就四肢抽搐，还神志不清，这吃什么药啊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！原来如此，光注意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了，竟然把江州的那个小子给忘了。早在江州之时，这小子就已经和瞎眼老太认识了。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定是听了这小子的话，才突然去了江州。哦，是的。哼，想害我柯世昭，没这么简单。王胡子，此时瞎眼老太必定就在药铺当中。无论你用什么办法，务必要在瞎眼老太出现之时，让这瞎眼老太沾上毒粉。此药能够渗透肌肤，即便没有服下，只要沾上一点儿，那也可深入骨髓。是少爷，小的一定办到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本少爷就来个瓮中捉鳖，等着你们亲自把这瞎眼老太送到我的囊中来。还不快去！哎，是。师太，今日你我的冤屈就要昭示于众，让那欺负的老太君知道柯世昭的丑恶嘴脸。齐三少爷吩咐过，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让他无从招架。齐三少爷和少奶奶会在府内接应咱们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为我儿子伸冤。哎，我已备好马车，咱们还是小心些好。来。师太，师太，可怜我吧，给我2个铜板吧，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好饿。师太，给你，快走吧，我们还有急事。谢谢师太，谢谢师太，谢谢师太。来。就是他们，去把他们带进来。是。走。
来，师太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走，我们办正事儿。哎，走。奶奶，师太已经到咱们齐府大门口了，快快有请。是。可是照看起来，城主再凶，有恃无恐。是啊，怎么看起来不太在乎的样子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阿弥陀佛，敢问尼师法号？贫尼法号陆玄，路经贵宝地，得知齐老夫人慈悲为怀，一心向善，又受刘施主结缘牵线，特来拜会。善哉善哉！太好了，愿和师太深参佛法一二。师太，请。小巧，上茶。是。这是老太君珍藏多年的上等好茶，今日啊，特意拿出来招待贵客的。奶奶，那我跟冰燕也讨一口好茶喝，听听师太凭这红尘中的禅意。小施主言语红尘，我们这些出家人呐，何尝不是了断凡尘才遁入空门的？老尼在出家之前，也曾有过一段血海深仇。什么血海深仇啊？师太，您请讲。当年我出家之前，曾有一子，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以乞讨为生。虽过得艰辛，却也是母慈子孝。怎料有恶人哄骗我儿，好吃好喝的养着我们母子。那日我儿感风寒，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，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，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，害我儿惨死，害我儿惨死。那恶人又利用我儿的死，诬陷那家药铺，说是抓错了药，害死了人命。一时间，我们家和那药铺商户都是家破人亡。可那恶人现在还逍遥法外，甚至他要置我于死地。怎么师太这往事听起来好耳熟啊？奶奶，你可还记得
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叫做寂静堂的少年，向您状告的江州惨案。陆玄师傅，你刚才说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，姓甚名谁，何方人士？师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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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太中毒了。是你沏的茶，你想害师太？三少奶奶冤枉啊！这茶是老太君的，方才也是在这儿沏的茶，大家喝了都没事，怎么只有她中毒了？谁知道你用了什么招数？罢了罢了，若是不信的话，我喝了便是。瞧瞧，我也没中毒啊。天雷啊，这茶有没有毒，谁也说不准。或许是在别处种的，只是来到齐府，突然发作了而已。不对呀，外祖母，或许是我们生意上的死对头做的，想嫁祸给我们齐家，然后趁机抢夺我们的生意啊！有这种可能，生意场上尔虞我诈。哎呀，不提这个了，师太要紧，快请郎中，赶紧送师太回界上心院，快！老太君，我也去吧。去。如何？幸好有师傅留给我的保命丹药，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师太体内的毒性，保住了性命。不过，师太的嗓子怕是已经被毒哑了。就差1天，这下可怎么办？师太说不出话，也不会写字，那满肚子的冤屈，不就无法申诉了吗？敬堂兄弟，你们来齐府的路上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？没有啊，我们是坐马车来的，一路上都平安无事。你再仔细想想看呢。哦，对了，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，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，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。师太，可怜我吧，给我2个铜板吧。我看他可怜，就给了他2块铜板。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，一时觉得手臂奇痒，一直抓挠，手都抓红了。这毒竟然是小乞丐下的，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，正堂端坐。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，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。是我们大意了，实在是太恶毒了，杀死了师太的儿子，现在又想毒害师太。为今之计，就只能等着师父回来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掉师太的毒。
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未死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得想个办法骗过他才行。先生，就不能再试试吗？姑娘，师太都已经断气了，这即便是华佗在世，他也不能起死回生啊！我看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。先生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师太，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？哎呀，死了！来人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姐，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了来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师太七窍流血，死了。三少奶奶，三少爷，这还是找人赶紧抬下去吧，留在咱们府里多晦气啊！小巧，要不此事就交给你来做。不，三少爷，这种事我也没干过呀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老太君那边还要我伺候，我先退下了。柯少爷，按您的吩咐，于府小姐请来了，快请。秀波妹妹，好久不见。柯公子，秀波妹妹客气了。还记得老太君把我带到齐府之时，你日日跟着天磊，随着天磊一起唤我表哥。怎么，这些年过去了，倒生分了不少。不如还是按照儿时的叫法，唤我一声柯表哥吧。柯表哥，天磊哥哥已经娶了少奶奶了，那园子如今已经有了女主人了，又怎能容我一个孤女久住？妹妹这般贤淑有德，实在是令人钦佩呀，应当与绝世公子相配。可惜，我们天磊已然有妻子，若是不然，你们二人该是多么美好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呀！可惜天磊哥哥寻找冲喜之人时，我正在为祖母守孝，无法为他冲喜，就此错过了。妹妹，这世间好男儿千千万，只要妹妹仔细寻找，必定会找到如意郎君的。柯少爷，我是秀波的奶娘，容我多一句嘴，这世上好儿郎千千万，可是在秀波心中，远不及齐三公子一人。奶娘，秀波妹妹，你竟然对天磊还有这般心思啊？柯表哥，不知那位三少奶奶是何人？这杜冰燕虽是扬州富商之女，但是论家世背景、身材相貌，都不及秀波妹妹你。我们天磊娶了这么一位女子，委实可惜了。这名女子脾气秉性，着实执拗，可惜了我们天磊身子孱弱，还要去迁就她。怎么，她待天磊哥哥不好吗？她当然不及你们两个青梅竹马情谊深厚啊。她从来不晓得天磊的脾气秉性，所以在照顾上面就总是多有疏漏。可怜我的天磊哥哥，若是秀波能像小时候那样，随时前往齐府，我愿永远守护着他。妹妹，你当真有如此心思？是秀波一时失言了，柯表哥不要介意。
这也是女儿家的心思，无处诉说。罢了罢了，既然是秀波妹妹的心思，表哥听着也是心疼。不如，表哥就助你一臂之力，帮你把天磊哥哥抢回来。可表哥，你不要乱说，秀波不懂你的意思。妹妹七窍玲珑心，自然懂我的意思。既然妹妹有此等心思，那表哥就让你们这对青梅竹马再续前缘。秀波不图别的，只求能像小时候那样，日日都能见到天磊哥哥，守在他身边，秀波就心满意足了。好，可表哥一定会让老太君把你带到灵州的。这投壶啊，讲究一个耳聪目明、胆大心细。奶奶，看来你这簪金丝桃花团扇是保不住喽。哼，那未必。行了行了，你这都还没有赢呢，就开始说大话了，赶紧投吧。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统分。三少爷7筹，老太君5筹，香剩1寸。别得意，这一局我替奶奶赢。好，冰燕替我投。娘子请。双筹，双中，算4筹。相近，老太君胜。看见没有？这叫力挽狂澜。这小小娘子竟能双中，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，这赢不过也输不起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冰燕结盟那是结对了。她呀是我的小福星，身上还有几分英气，我喜欢。快把那团扇筹给三少奶奶。多谢奶奶。你应得的，小子没你的份儿了。好像是挺漂亮的。哎呦，好像是比某人的扇子好看哎。不高兴了？输不起，输不起。怎么还不高兴了呢？输了就输了嘛。